我们刚开始也提到了，在整个中华民国110周年的这个国庆日哦，蔡英文总统的这些演说4个坚持啊，问老师您怎么评论呢？蔡英文总统这个国庆讲话当中有一个重点，他用了4个字，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4个字非常重要，这是对历史的真实描述，我觉得也是这个蔡总统的国庆讲话里面的一个重点。因为要是从隶属范围来讲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隶属范围从来就比中华民国小很多啊。那之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比中华民国小，首先是它从来就没有统治过台澎金马地区啊。那么其次，在中苏边界地区，虽然中共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隶属的概念，但中共为了政治需要，把大片领土又割让给苏联或者俄罗斯了，所以这些地区原来也是中华民国的隶属范围啊。还有中共在海南岛西面有一个夜莺岛，他把它送给越共了，那么这个岛原来也是归中华民国隶属的，所以中华民国它的隶属范围原来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大。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府呢，1949年以后撤离大陆了，但是中华民国依然存在，它只不过是统辖范围缩小了，只包括台澎金马。那么1950年代到今天，就是蔡总统讲的72年，一直如此。这就让我想到大英帝国了。大英帝国从北美独立战争到2战以后，它的隶属范围不是一直在不断缩小吗？虽然大英帝国原来的海外领地，像美国的部分州、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都和大英帝国讲同一种语言，有相似的文化，但是这些像美国一些州后来干脆就独立了，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是这样，都不再有大英帝国统属。所以今天讲起来，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是盟国，而不他们都不再受历史同属关系的困扰。要从世界史的角度去看的话，大国同属范围不断缩小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的。那前苏联我们就不去讲它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中华民国今天的状态有点像英国。那大英帝国曾经是号称地球上的日不落帝国，就是在24小时里，不管太阳在地球上哪一块地方起落，总会有大英帝国一块属地在阳光照耀之下，所谓日不落帝国。但是后来英国就缩小到了大不列颠岛和这个爱尔兰岛北部，成了岛国了。所以大国的同属范围啊，本来就是历史总计的一个部分，而且这种同属范围变化也不见得就是总是缩小，它也有扩大的。中华民国就是个例子，中华民国统治大陆期间，它同属范围本身也是发生变化的。那台湾曾经是大日本帝国的同属，那2战以后，大日本帝国消失了，日本成了民主国家，那么日本对台湾的这个同属关系也终结了。那么中华民国的同属范围就因为台湾的同属范围关系改变而扩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华民国同属范围包括台澎金马的基础和原因。所以台湾在中华民国的统辖范围内，这件事情在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之前，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所以虽然中共宣称台湾属于他只是想表达一种愿望，这愿望从来就没有成为事实啊。中共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在喊一个口号，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所以这个口号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愿望，一个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愿望。那我们不客气的讲呢，两蒋时代中华民国政府呢，也是宣称中国大陆是中华民国所属。我们撇开这个两蒋政权对中华民国法统维系的政治考量，那么那个时候两蒋时代对大陆这个同属理念呢，它也是代表了1949年以后两蒋政权的一个愿望。那么和这个愿望相对应的，台湾的这个老一辈的人都记得一个口号，反攻大陆，然后台湾要作为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那么这个两蒋时代的反攻大陆的这个理念和他这个
把大陆视为中华民国的这个隶属范围，这个愿望和中共那个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愿望是一样的，都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一个愿望而已。所以愿望如果长期脱离现实，就变成空想了。这个话可能马英九总统听了有点不大高兴，不过我想说，高兴不高兴是一回事，这个愿望和现实永远是有距离，每个人都有愿望，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政党也可以有愿望，但是愿望不等于现实。那么台湾民主化之前，两蒋政权要坚持空想的理念，那么在威权统治下，民意就不能制约统治者的理念，民众只能听从当局的宣传。那台湾民主化之后情况就不一样，民选的总统必须遵从民众的意愿，那自然就会放弃两蒋政权那个反共复国的理念。所以呢，就台湾而言，不管中共对台湾抱有什么样的统治愿望，中华民国今天大多数的民众并不愿意放弃民主自由制度去投入红色专制的怀抱，或者是甘愿去承受现在连很多大陆人还有香港人都不愿意忍受的中共专制。这个就是今天台湾民主政体下的政治现实，也是今天蔡英文总统国庆讲话的民意基础。我最近也听到有香港朋友讲，他们现在这个朋友是住在海外的，他们说他们虽然住在海外，但是有一种明确的亡国感，那就是说他们过去所认同的那个自由的香港被中共铲除了。中共一旦完全控制香港，他就把香港的自由铲除了。那么今天住在海外的台湾人，他们正好相反，住在海外的台湾人，很多人是为台湾的而骄傲的，因为台湾现在的民主制度，刚才主持人前面提到，不仅是典范，它的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创造出了台湾在海外的侨民为此骄傲的基础。